1944年，日本在多个战场上频频失利，在东南亚战场，日军已经被盟军包围。为了扭转战局，日军指挥官牟田口怜也决定利用盟军准备不足的机会，调集了超过9万人的兵力，分3路向印度的英帕尔至科西玛一线发起进攻。驻印英军第14级团军司令斯利姆似乎早已洞察了日军的动向，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。他凭借前线的风吹草动，准确判断出日军意图在短期内对英军进行总攻。这场战斗无论胜负，都可能对整个东南亚战场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。英帕尔不仅是英军的重要战略要地，还因其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物资补给而备受重视。日军盯上这一战略要地，意图可谓显而易见。如果在这场战斗中失利，日军不仅会在东南亚战场上获得补充，还可能将这股力量扩展到中国战场。因此，斯利姆决定将周边可调动的英军全部集结于英帕尔盆地，准备与日军展开决战。接下来，牟田口怜也的一系列操作，可以说是让人瞠目结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详细了解这场战斗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大战一触即发，日军口出狂言。在详细讲述英帕尔战役之前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1943年全球范围内的战局。这一年，二战的形势在多个战区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。1943年，苏联与德国在库尔斯克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。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二战中最大的一次坦克战。库尔斯克会战标志着东线战场上的战略转折点。苏联军队在经过艰苦的防御作战后，成功击退了德军的进攻，并开始了战略反攻，逐步收复失地。与此同时，盟军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区的瓜岛战役中也进行了激烈的较量。此战不仅对太平洋战区的战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也象征着盟军在该地区开始逐渐扭转战局。在这些具有关键战略性的大战中，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整体上处于劣势，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。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，纳粹德国为了试图扭转战局，向其盟友日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德国希望日本能够在东南亚战场上集结重兵，对盟军进行一次突袭，以此打乱盟军的战略部署。日本对此方案表示赞同，并在1944年初制定了一项详细的作战计划，目标锁定在英军在印度东部建立的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英帕尔。尽管在地理上仅是位于印度与缅甸交界处的一个普通小城镇，但在1942年时，英国军队在缅甸战败后退守至此，并经过2年的精心建设，将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补给站。在整个东南亚战场上，英帕尔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，为盟军提供了稳固的后方支持。由于英帕尔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，这场战斗对英军和日军而言都显得至关重要。日本为此集结了3个师团，共计约5万余人，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第15集团军，显示出其决心和准备。而英国方面也毫不示弱，集结了第14集团军，准备与日军进行激烈对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双方正式展开交战之前，日军的气势非常高涨，甚至表现出一定的傲慢。日军第15军的统帅牟田口怜在战前公开宣称其部队无可战胜，这种自信甚至有些自大的言辞，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为日军的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。那么，英帕尔战役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？这场战役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较量，更是对双方战略、战术以及士气的严峻考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这场战役的发展和结果。日军昏招迭出，打出无谋之战。1944年2月4日，日军在行军至英帕尔以南500公里处与英军首次交锋。初次遭遇时，日军凭借其显著的人数优势，迅速压制了英军。英军在火力上完全无法与日军抗衡。尽管如此，英军指挥官斯利姆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，他下令部队誓死守卫阵地，同时派遣空中支援，为部队送去急需的物资补给。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，英军凭借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，得以继续坚守阵地。相比之下，物资补给紧张的日军渐渐陷入困境。牟田口怜也逐渐感到局势的严峻，他发现尽管日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。最终，在2月23日，牟田口怜也决定撤退，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。然而，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牟田口怜也吸取教训。
对英帕尔的占领仍然是他心中的执念。在3月份，他决定再度发起总攻。然而这一次，他对地形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侦查后发现，该地区大部分为山地，极大地限制了机动核后勤供应的可能性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，牟田口怜也提出了一个看似别出心裁的方案，让日军牵着牛羊出征。他设想通过将10万日军大部队与牛羊结合起来，来解决物资补给问题。他认为牛羊不仅能够帮助部队背负物资，还能在军粮不足时提供食物。然而，尽管这个计划在理论上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实际操作中却暴露了诸多问题。3月中旬，日军的游牧大队在牟田口怜也的指挥下，再次跨过钦敦江向英帕尔推进。然而此时，英军已在英帕尔地区全面集结，并不断从其他地区调集兵力，加强防御。英军的防线变得更加稳固，面对日军的游牧大队，英军的防御也日益严密。而日军在此时仍毫不知情地继续着他们的计划，专注于赶着牛羊向前推进。1944年4月4日，日军向科西玛发起了进攻，并且在初期屡战屡胜，迅速推进至距离英帕尔仅有9公里的地方。牟田口怜也下令将英帕尔孤立起来，切断了英军与外界的联系，试图通过封锁和包围迫使英军屈服。然而，日军的成功进展并未能持续太久。英军指挥官斯利姆早已洞悉了日军的意图，并在英帕尔地区集结了8个师的兵力。这些英军不仅拥有充足的物资补给，还每天通过空投获得额外补给，确保了部队的战斗力。与之相对的是，日军战线越来越长，后勤供应逐渐枯竭。行军10多天后，日军的物资几乎耗尽，士兵们不得不忍受饥饿，状况越来越糟。这场战斗逐渐演变为一场消耗战，英军只需坚守阵地，依靠充足的补给和优越的防御，就能够让日军在艰苦的环境中自我消耗。许多观众可能会问，日军出发前不是带了牛羊吗？为何还会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？这个问题同样也被牟田口怜也提出过。当时，日军物资的消耗速度远远超出了战前的预估，许多日军因无法忍受饥饿而在战斗中临阵脱逃，这使得牟田口怜也感到非常愤怒。日军在前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：牛羊的不稳定性。牛羊毕竟是牲畜，无法像人一样遵守纪律。这些牲畜在行军过程中发出的声音，常常引起了英军的警觉。英军能够通过这些声音判断日军的位置，从而提前到达指定地点布防。这也成为日军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多次进攻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后，日军不得不撤退至身后的山林。6月10日，双方在丛林中偶遇，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英军凭借其坚固的防御和战斗力，以1万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5万余人。日军的撤退变得异常艰难，每一步都伴随着人员的伤亡，尸体迅速遍布整个山林中。剩下的日军逃回后，个个瘦骨嶙峋，面容憔悴。这场战斗成为了日本陆军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战，也让日军的战斗意志和战略部署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英帕尔之战的后续影响极为深远，对日军及整个战争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。首先，英帕尔之战对日军的士气造成了严重打击。战后多年，曾参战的日本老兵回忆起这场战斗时，仍然心有余悸。他们描述道：“我们当年差点饿死在英帕尔战役，走路都摇摇晃晃，许多士兵都是濒死的状态。这种恐惧和绝望的经历在日军中迅速蔓延，导致了军心动摇，严重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和信心。日军在心理上承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。这种打击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战斗，还对后续的作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次，英帕尔战役对印缅战场的整体局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由于战役的惨败，日军在印缅战场上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，不仅未能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，还遭受了重创。盟军则借机掌握了主动权，开始在印缅战场上展开总攻，逐步推动了战局的发展。这一胜利使得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战略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，为后续的进攻奠定了基础。最后，必须提及牟田口怜也这一战前曾嚣张跋扈的日本指挥官。牟田口怜也在77事变时曾直接指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是战犯之一。他在英帕尔战役中的惨败，使他从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指挥官沦为众人指责的对象。战后，
牟田口联也被撤职，并遭到了日本国内的冷嘲热讽。他的失败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战略失误，也象征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全面失利。二战结束后，牟田口联也被盟军逮捕，并在法庭上接受审判。他所指挥的英特尔战役成为了战争史上的反面教材，被铭记为战略失误和战术失败的经典案例。这场战役不仅标志着日军在东南亚战区的失败，也为盟军在该地区的胜利铺平了道路，对二战的整体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